年轻的时候，血管都是又软又通畅的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就会变老变硬。俗话说，血管越软越长寿。那该怎么保养血管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：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双腿向前伸直，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左腿屈膝抬起，双手抱住左腿小腿，尽量的向腹部靠拢，然后放下再做50下，再换另外一条腿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每天坚持做一做，可以使血管变柔软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，对身体健康十分有益。平时保养血管还要注意饮食均衡，减少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也可以常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山楂。山楂呢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3萜酸，具有软化血管、活血化瘀的功效。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帮助保护血管健康。刷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呢晚上也是需要刷牙的，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。如果经常晚上不刷牙，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？第一个，可能会出现牙周疾病。晚上不刷牙，吃的食物残渣会留在牙齿缝隙内，这样很容易滋生大量细菌，形成牙菌斑，从而出现牙周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。上面说了，如果晚上不刷牙，很容易出现牙周疾病，这样就会影响咀嚼功能，不能全面的吸收营养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。所以每天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，这样牙齿才能够健康哦。那除此之外，平时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喝点菊花茶或者是蒲公英茶，可以帮助预防口。很多人一到了晚上就感觉到心烦意乱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招可以帮助缓解和预防失眠。大家如果感觉到心烦意乱睡不着，可以推一推手臂，从肩膀往手腕的方向推手臂内侧，因为内侧是心经的循行部位，每条手臂推81下就行。这样推手臂可以顺气安神。推完之后，再把我们的双手放到头顶，这样宁心安神一会儿，再去睡觉就可以了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哦。失眠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，建议经常失眠的朋友还可以喝一些味源红枣茶、蒲公英根茶、玫瑰花茶等，都有帮助睡眠的功效哦。艾叶就是艾草的叶子，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。其实艾叶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如果经常用它煮水洗头发，会有3个好处找上你哦。好处1，有助睡眠。艾草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对于经常失眠的人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这样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压力，放松神经，睡眠质量自然也就提高了。也可以用艾叶泡脚，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。好处2，去头皮屑。很多人都有头皮屑的困扰，这时就可以用艾叶煮水洗头，能更好的促进头发生长和新陈代谢，帮助滋养头发，去除头皮屑，对女性来说非常好。好处3，改善月经不调。艾叶属于温热性质，用艾叶煮水洗头能够温经止血、散寒调经，不仅可以改善月经不调，对缓解手脚冰凉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艾叶，多用玫瑰花泡水喝也能够帮助调经。桑葚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水果，它味道酸甜可口，很受人们的喜爱，而且有些人还喜欢用桑葚泡酒喝，认为这样可以补肾强身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平时比较受欢迎的是紫黑色的桑葚，那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桑葚可以补肾。其实从桑葚的营养上来看，桑葚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、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， 具有延缓衰老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事实上是有一定的补肾作用的。但是用桑葚泡酒这种做法就不建议大家做了。因为有的人是直接将桑葚放到白酒中密封的，这样做会使桑葚的营养流失，并且白酒的酒精浓度比较高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起不到养生的作用，反而会损害肝脏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并不提倡大家用桑葚泡酒喝。
除了桑葚，用枸杞、人参泡的白酒也不建议大家多喝，因为也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大家呢就别再浪费桑葚、枸杞、人参这些食材喽。睡觉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大事，此话说食补不如觉补，只有睡眠充足，才能精力旺盛，更好的完成白天的学习和工作。若能在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，容易长寿哦。我们睡觉的黄金时段有2个，一个是晚上9点到11点，另一个是早上5点到7点。如果这2个时间段都能处于深度睡眠，那么不仅精力好，还容易长寿。晚上9点以后，身体机能会逐渐的平缓，如果这时能上床睡觉，处于深度睡眠状态，能够让身体得到很好的修复，有利于保护身体健康。但如果经常熬夜，凌晨1、2点才睡觉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，身体各个器官受损，不利于健康。而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是气血循行的时候，若能够休息好，有利于气血运行，并且呢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能够让身体自我修复，增强免疫力，减少生病的几率。所以每天这2个时间段睡觉，身体会更健康哦。那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桂圆和陈皮泡水喝，对促进睡眠是有帮助的哦。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会排便，虽然说排便是一件小的事情，但是排便时间也是有讲究的。经常在2个时间排便的人，或许肠道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一个是早上，我们经过1晚上的休息和消化，肠道里面会堆积很多的毒素，这时候就需要把它排出去。那么早上6点到7点就是最佳的排便时间。如果你能每天在这个时间排便，那么肠道也会更干净，对长寿有帮助。第2个是晚上睡觉前，我们经过1天的消化，这时候肠道中也会堆积很多毒素，所以我们睡觉前需要把它们排出去，这样可以减少体内毒素堆积，对肠道和身体都有好处。虽然这2个时间排便最好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被便秘的问题困扰。那么大家在饮食上就要多多注意了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吃点蜂蜜、红薯、西兰花等食物，对促进排便有帮助。都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很多人喜欢用走路的方式锻炼身体。虽然走路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有2个走路时间不仅不能锻炼身体，还可能会折寿哦。第一个，饭后马上走路。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完饭后马上走路，因为饭后体内较多的血液会流向胃部，如果这时走路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健康，有损寿命。可以呢饭后半小时后进行走路。那胃不好的人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点蒲公英根茶，可以帮助养胃。第2个，早上6、7点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上也是锻炼的好时候，但是早上湿度比较大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湿气入侵身体，也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早上进行走路了，可以下午4点左右，这时走路呢是最好的。温馨提示，走路时要选择合适的鞋子，走路的步数保持在6000步左右比较好哦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，如果肝气不通，就很容易出现肝郁的情况，会影响到人的情绪，所以要及时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很好的养肝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保持放松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眼睛微微闭上，然后双手握成空掌，对我们的两肋处进行拍打，力度适中，拍打81下即可。可以每天早晚都拍打1次，这样拍打两肋能够疏通肝经，疏肝理气，对调理肝气郁结有很大的帮助。经常这样做一做，肝脏也会越来越健康哦。想要调理肝气郁结，还要让心情保持愉悦，尽量不要熬夜，保证睡眠充足。饮食上也要多注意清淡饮食。那建议大家也可以常喝玫瑰花茶。玫瑰花味甘性微寒，可以入肝经，具有疏肝解郁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养肝护肝，还有调经止痛的功效，对缓解痛经有一定的帮助。生活中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，大多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那么一定要注意饮食。那下面这3种食物最好忌嘴。第一种，火锅。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，火锅虽然好吃，但是火锅比较辛辣，还很烫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刺激甲状腺，不利于甲状腺的健康。第二种，富含碘的食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含碘多的食物也要忌嘴。
比如海带、紫菜等。经常吃的话，不仅不利于甲状腺的恢复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。第3种，浓茶。浓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因为浓茶中呢含有非常多的咖啡因，喝多了容易影响新陈代谢，会使甲状腺结节慢慢的变大，不利于恢复，所以呢也要忌嘴才行哦。得啦，就8本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